上次的文件名前缀处理器虽然能解决我们的需求，但是操作起来依旧不够友好。我们需要先打开一个黑咕隆咚的命令行，再输入一段代码才能让它跑起来。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这通操作并不简单。怎么样让它对用户更友好一些呢？添加一个 GUI 怎么样？只需要用鼠标点点点就能解决我想解决的问题。那废话不多说，上号。不知道刚刚在看完演示之后，你有没有想了解这个工具到底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呢？如果想的话，请继续看下去。我会在接下来带大家以 Java 语言去实现这个小工具。这个工具我已经开源到了 GitHub， 实际运行起来界面可能会不一样。这是视频里面的只是一个精简版的 demo， 仅供参考。顺带一提，这个视频是全新的系列，现为想法多。我会在这个系列的视频中，以一个新手码农的视角，在生活中发现问题，并尝试设计程序去解决问题，顺便将自己的想法和大家交流分享一下。如果你也喜欢这种风格的视频的话，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和我分享你们的心得体会和经验。大家的留言我可能不会一一回复，但我肯定每条都会去看。另外，不妨点赞、订阅，并且打开频道通知，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更新喽。还有，最近我开通了爱发电，如果可以的话，请支持一下我的创作，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我就大家理一理这个逻辑，并且用代码把它实现出来吧。首先，我们得到了一张刚刚工具运行时的截图，然后我们来分析一下该怎么布局这个工具内各个组件的摆放。打开 PowerPoint， 建立一个表格，然后将这个截图和这个表格重叠一下。好，调一下透明度。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工具的布局其实就是表格布局。那么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窗口里面有什么组件。可以看到左上角这里其实是个文本输入框，它的右边是一个按钮，中间这一行左边是一行文字，右边是个文本输入框，左下角也是一行文字，右边是一个按钮。那么我们就打开 IDEA 开始布局吧。好的，打开 IDEA 并且载入我们上一个视频做好了代码。那么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一个视频的话，可以看一下屏幕的下方或者是右上方，那里有视频的链接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是简介里面找到它。那么既然说到我们要实现的是一个 GUI， 那么这些控制台里面打印的这些代码和语句已经全部可以删除掉了。好，把这些没有导入但没有使用的包也全部删除掉，让我们开始布局。首先要做 GUI 的话，我们首先要新建窗口，然后设置窗口大小，设置布局布局是表格布局，然后设置窗口为可见。那么我们现在新建一个窗口，使用 Swing 组件 new 一个 JFrame。它的窗口里面的标题是文件名前缀处理器，引入一个局部变量叫做 f， 设置窗口大小 f.set visible， 不是 set visible，set bounds 500 400 150，等一下再解释一下这4个数值是什么。那么设置布局 f.set layout new 一个表格布局，使用3行2列的表格布局，每个元素宽度这个横向间距和纵向间距都是20。最后窗口设置为可见 f.set visible 为数。好，然后把这个窗口可见度这个代码网拉到最后，因为一定要最后才能让它显现，我们要在之前做完一堆设置之后再让它进行显现来运行一下。好，那么来解释一下这个500 400 150是什么意思。500是这个窗口相对于左上角 x 轴偏移了500，那么
第二个500Y 呢，就是相对窗口 Y 轴偏移500，400是这个窗口的宽度，150是这个窗口的高度。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点击关闭按钮，这个系统并没有退出啊，所以说我们还需要一个设置关闭按钮，设置关闭按钮点击事件 F 点 set default close operation， 使用 JFrame 里面的常量 Exon close， 那么这个时候再运行它。大家留意一下，我点击入关闭按钮的时候，这个位置显示进程已经结束，退出代码为0。OK， 这个窗口做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实现里面的组件。观察一下 PowerPoint 里面总共6个组件，对不对？1、2、3、4、5、6，分别是第一个是文本输入框，第二个是按钮，第三个是普通的文本，第四个是文本输入框，第五个是普通文本，第六个是按钮。好，我们来逐步的把它们做出来。第一行是 JText Field， 我看一下，在右边选择路径。这个叫 Path Field， 然后右边是个按钮 J Button， 选择路径叫 Choose Button。第二行左边是一个纯文本 New J Label， 一个标签。在右边输入要删除的前缀 prefix tips， 右边是一个输入框 J text field 空的，叫 prefix field。第三行呢是一个 JLabel， 上面显示的是点击右边的按钮处理。Process Tips， 然后右边是一个 J Button， 移入局部变量。叫它 Process Button， 然后按顺序添加进去。怎么按顺序呢？它这个顺序是这样的：从左往右，然后再从上到下，1、2、3、4、5、6，然后我们添加进去。好，逐个都添加完成了，点击运行，看一下效果如何。OK， 这就是我们跟这边这个对一下，跟 PowerPoint 对一下，怎么样？相差应该不大。好，那么布局完成之后，我们就应该为我们相对应的组件添加对应的功能了。比如说，点击这个选择路径的时候，它会弹出一个叫你选择路径、选择文件夹的一个对话框。那么点击开始处理的话，它就会获取这里的这个路径，还有这里你要删除的前缀，然后进行一些内部的处理。那么现在我们就对这2个按钮添加一些事件吧。首先对选择路径这个按钮添加一个事件。那么回到代码这边，来选择 Chooser Button 点 Add Action Listener。那么里面需要一个 Action Listener 接口。那么我们 new 一个 Action Listener。new 出来之后，它会自动实现里面的方法。在这个位置 ，idea 提示我可以将它使用 Lambda 表达式去替换掉这个匿名的 Action Listener 内部类。但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的话，我就不写 Lambda 了。那么这么说，点击那个按钮，它会跳出一个文件的选择框，所以说我们需要 new 一个 J File Chooser， 来返回一个 Chooser。好，然后我们要规定这个选择器只能选择文件夹，然后呢，获取
选择到的路径是什么？然后进行一个判断，判断先跳过啊，等一下再讲这个判断。然后将获取到的路径设置为这个 path field 的显示文字。好，那么我们来规定这个选择器只能选择文件夹，选择 chooser 点 set file selection mode， 然后这个 JFileChooser 里面呢有一个常量叫做 Directories Only， 就是说它只能选择文件夹。然后弹出这个选择框，选择 Chooser 点一个 Show Dialog。那么第一个需要一个附容器，我们 new 一个 JLabel， 里面什么也不用写。第二个参数是 string approve button test， 那么这个就是选择的那个主要的确认按钮上面显示什么文本，我们写一个选择，好，然后要获取选择的路径是什么 ？chooser 点 get selected file， 注意它这个时候返回的是 file 对象，我们要它的路径。那么我们要继续链式编程，继续点下去，点一个 get absolute path， 拿到它这个路径，它是个 string 文本串，之后返回一个局部变量 absolute path， 我让它叫 path string 吧。好，将获取到的路径设为 path field 的显示文字。那么，path field 点 set text 把 path string 传进去啊，是不是我应该 system out 一下呢？好，来运行一下。好，我们点击选择路径，选择一个路径，点击选择。好，它选择的是 application。看，我把窗口拉长一点点。好 ，user chemical fiber applications， 我们刚才选择的是这个 applications 这个文件夹。因为我这个系统是繁体中文的，所以它只显示应用程式这4个字，或者我可以选一下 Postman 这个文件夹，点击选择路径 ，Postman， 看 Users Chemical Fiber Postman， 跟这里一样吧 ，User Chemical Fiber Postman。好，这样选择是没问题的。当我们双击进入这个文件夹，再点击选择呢，可以发现，出了一点小问题。后面这一节是多余的，没有用的。那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会引发空指针异常，或者是其他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这个 bug 必须要解决掉。那怎么解决呢？我的思路是，首先判断这一串是不是可以访问的路径，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提到了 file 对象里面有个 isDirectory 对象这个方法吗？对不对？如果它是的话，就证明这一段路径是有效的；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要剪除掉后面这一段多出来的文字。我们就对这个 path string 下手吧。if 先 new 一个 file 文件对象，导入一个类 Java IO 包下，然后把这个 path string 传进去，然后点一个 isDirectory。那如果它是一个可以访问的路径可以访问的文件夹，那它就会返回处，就会走进来，对不对？那我们需要将它取反。这边是说，如果得到的路径不是文件夹的真实路径，就剪除后面多余的部分。else， 如果得到的路径是文件夹，那就直接设置为 path field 的显示文字。好，把这个代码剪切放在这里。
那怎么切呢？如果说它不是一个有效的路径，我们就要切它。那既然要切它的话，我们要观察真实的路径等于什么？真实的路径等于原路径减除后面多余的。那之前我们提到过 string 类里面有个叫做 substring 的这个方法。首先，我们要得到后面这一段多余的文字，我们就要使用首先要得到这个分割符的索引，对不对？得到分割符的索引之后，我们就可以从分割符开始往后切，得到这一段多余的文字。最后使用总长度减去多余的长度，得到前面这一段正确的路径。首先获取分割符的索引号，然后呢，切割多余的文本，不对，应该是获取多余的文本串，最后切割。怎么获取这个分割符的索引号呢？使用 path_string 点 last index of。为什么？因为这个分割符是在最后的。last index of 使用 file 点 separator， 这个是分割符。不同的操作系统分割符是不同的，在 Mac 下是正斜杠，在 Windows 下是反斜杠。得到这个索引之后，获取多余的文本串。path_string 点 substring 传一个 i 进去，得到的是 extra string。我们可以打印一下，然后对它进行切割。那怎么切割呢？ substring 有一个重载的方法，我们按住 Command 键或者是 Control 键点一下 substring， 阅读 JDK 的源代码，然后往这里有一个只有一个参数了，就是 begin index。那么往下找一下，这里有一个 substring 重载之后的 int begin index， 还有一个 end index。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切，切到哪个位置结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从哪开始切呢？从0号索引，就是第一个字符串开始切，一直切到这个字符串的位置，对吧？那这个分割符的位置的话，刚才有了，这个分割符的位置是 i。好，当然这个可能不是很直观，那我就用另一种方式这样表达啊，就是说我们要切到哪儿呢？我们要使用最长这一串字符串的长度减去多余的这个字符串的长度，最后得出来的就是你该切到哪里的那个索引号。所以说我们就使用 path_string 点 substring 从0号开始切，使用 path_string 的长度减去 extra string 的长度，返回一个 real path。好，把它打印一下，最后设置path_setText， 把 real path 传进去，重启我们的程序，然后点击选择路径，选择 Postman， 直接点一下，然后点选择，它返回的是 Postman。好，没问题。选择路径，双击进入 Postman。点击选择，你看，首先它得到的是这一串长串的，然后割出来一串多余的，再减掉它，就得到真实的路径了。好，但是呢，这里还是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点击选择路径之后，我使坏，故意不点击这个关闭，大家可以看到控制台这边打出了一个空指针异常。那么这个空指针异常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这个第42行这里。如果我们没有选择文件的话，那它 get selected file 的时候就是找不到东西了，找不到东西它就会返回一个空指针异常。所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当我们故意我们的用户点击这个关闭的时候，我们要弹一个窗给他说这里要必须选择一个路径，然后它现在是以异常的方式向我们抛回的话呢，我们就直接让弹窗在异常处理中显示就好了。把这整段代码切下来放进 try 里面，然后 catch
这是空指针异常，然后 pointer exception NPE， 然后在这里要新建一个弹窗，告诉用户你必须选择一个路径。那么在后面我还要用到另外几个弹窗，所以说我直接把这个弹窗抽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类。My dialog， 让它继承这个 J dialog， 然后给它一个构造方法 public my dialog， 把要显示在弹窗上的消息以参数的形式传进来 message。 首先建立这个弹窗的时候，我们要让这个弹窗盖住整个程序的窗口，所以说先 set bounds， 刚才是500、500、400、150，然后 set visible true， 中间要把这个消息传递进去，就是说你要显示什么警告在上面。add new 一个 J label， 把 message 传进去，好，完成。然后回到这边 new my dialog， 里面要显示的消息是你必须选择一个文件夹。好，跑起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点击选择路径，点击关闭，然后它会弹出一个弹窗，你必须选一个文件夹，点击选择路径，然后选择，好，没有问题，这个 desktop 也被添加上去了。然后双击进去，点击选择，好，可以得出正确的路径。那么选择路径这个按钮的事件我们就已经添加完毕了。好，在为上面这个选择路径按钮添加完事件之后，我们就应该为这个开始处理按钮添加事件了。为开始处理按钮添加事件，一样的 process button dot add action listener new 一个 action listener， 一样会实现同样的方法。那么要知道我们开始处理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首先获取到上面这个文本框里面的路径和这个文本框里面的前缀，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文本框好像是可以编辑的。如果说我们后面不小心碰到那个退格键，把它重新编辑过了，那就完蛋了。因为即使我们在前面这个判断做得再好，那在后面你要是不小心再删掉1-2个字符的话，一样会引发空指针异常之类的问题。那么说，我们首先得禁用掉这个编辑框的编辑功能，这个文本框的编辑功能，找到 pathview 点 set editable， 把它 false 掉。那这个时候再重启，它就不能被你编辑，只能选择和复制，而不能删除里面的内容了。就像现在这样。好，那么回到这边，首先要处理这个前缀的话呢，处理这个方法我们已经写完了，在上一期视频这个 prefix processor 里面。好，那么我们首先要获取到前缀，就是还有那个路径。那么我们要获取 pathview 里面的文本，获取 prefix view 里的文本作为路径，作为要处理的前缀，然后处理文件。怎么获取呢？一样pathview 点 get text， 设置是 set， 那么获取就是 get text 一定要我写完整嘛，真的是 folder path。那么这边获取 prefix view 点 get text， 这边叫 prefix 处理文件。处理文件的话，直接是prefix processor dot common 就 OK 了。
但是在处理之前，我们首先要对这两个的合法性进行验证，因为它不能是空吧，对不对？验证上面两个变量的合法性。if folder path dot is empty 或者 folder path dot equals 要等于什么？万一它还是等于在右边选择路径这句话，就等于它什么都没选，对不对？那么就要 new 一个 my dialog， 说你必须选择一个文件夹，然后 if prefix dot is empty 的话，那就 new 一个 my dialog， 请输入前缀，要处理的要删除的前缀，好，完事儿。那么接下来上面这两个，如果说不通过，那记得要 return， 提前打断这个方法，不要让它继续往下走了。好，当上面这两个都通过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使用 prefix process common。第一个参数是 folder path， 第二个参数是 prefix。好，但是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方法，因为这是之前的视频里面写的，肯定有些地方是用不上的了。比如说这个显示处理结果，我们要使用弹窗去显示，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就不需要把它删除掉。还有，我们之前把这个文件列表是否为空放在了 file reader 这里判断。我们已经不需要在这里判断了，我们要直接的把这个有和没有找到文件以一个布尔类型返回去，返回这个布尔类型方便我们在后面做这个弹窗。好，把 file reader 这一段代码删除掉，我们将在 prefix processor 这边判断它是否为空。一样的套路 ，if files 的大小小于1的话，那么它就是空的 ，return 一个 false。那么回到主类这边，这个位置是有返回值的了，引入一个局部变量叫 flag， 立一个 flag。好，然后 if 这个 flag， 如果它返回是 true， 就是说我们找到了并且处理完成之后，它就要弹一个窗 ，new 个 my dialog， 成功，否则就要 new 个 my dialog， 找不到以这个前缀开头的文件夹。找不到以这个前缀开头的文件，最后要把这两个输入框的内容重置回默认的 pathfield.setText。prefix field dot set text 把它置空，好，完成。我们重启一下，看看，测试一下吧。好，那么开始测试。首先我们点击选择路径，然后故意不选，它弹出一个窗口，说你必须选择一个文件夹。
那么我就选择一个文件夹，选择我们之前建立好的这个测试环境 P， 里面有一堆前缀相同的文件，点击选择。好，在这边啊，我先测试一个没有的前缀，点击开始处理。他说找不到以这个开头的文件。好，我们先把非常这两个字干掉，点击开始处理。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这边。红笔选择。好，点击开始处理，成功。非常有用的学习资料变成了有用的学习资料，而且这个文件夹的名字我们没有动它哦。OK， 那么在这里的话，开始处理这个按钮的事件我们已经添加完成了。好，那么整个程序编写完成了，要拿到其他电脑上去运行的话，我们就需要把对这个项目进行一个打包。那么在之前的视频里面已经讲过怎么打包了，那在这里再说一次。好，我们首先找到这个项目结构 Project Structure， 然后点击工件，这里应该叫做 Artifact， 点击这个加号，我先把这个干掉啊，点击加号，点击 Job， 来自具有依赖项的模块啊，如果是英文的话，这里应该是有 dependencies 字样的。好，点击这边的按钮，找到你的主类，我这里的主类是 Processor， 点击确定。先要应用一下吧，然后再来一遍 Processor， 点击确定，确定。好了，GG了。应该是这边要弄一下，好，把这个文件删掉。好，再来一次。确定，确定 ，OK， 点击它之后，我把它输出到 Alt 目录下面，然后点击确定。这个时候点击构建工件 Build Artifact， 点击构建，留意一下这边。A few moments later， 这次构建有点久啊，要23秒944啊，可能是 JDK8 的这个执行效率有点低。那么我们来到这个。我的 Project Preface Processor Out 下面这个东西，我们直接双击它就可以打开了。好，那么接下来我把这个文件，我把这个 Java 包复制出去到各个操作系统上去测试一下吧。现在是 macOS， 我的 Java JDK 版本是 12.0.2，JRE 是 12.0.2。双击 Preface Processor 运行它。好，那么在这里它会弹出一个 GUI， 我点击选择路径，然后故意不选。这个时候它会弹出一个弹窗，我必须选择一个文件夹才能继续。我选择一个正确的路径。好，我不输入前缀，直接点击开始处理。它要求我输入要删除的前缀，我输入一个不存在的前缀，点击开始处理。他说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找不到以它开头的文件。我继续选择一个正确的路径，输入一个存在的路径，输入一个存在的前缀，点击开始处理，这边的文件就已经处理完成了。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是 Windows 系统 ，Windows 系统下面的 Java SE Runtime JRE 版本是 1.8， 就是我们所说的 Java 8。双击 Prefix Processor 启动，然后点开我们要处理的这个文件夹的路径。好，选择路径，然后我故意不选，弹出个选项你必须选择一个文件夹，然后选择一个路径，选到 D 盘的 P 副本，选择，然后请输入要处理的前缀，输入一个不存在的前缀。找不到以这个开头的文件。好，继续选择刚才的路径，然后打非常有用，的。好，点击开始处理，成功。大家可以看到后面刷新了，只剩下学习资料，还有这些都不受影响。
这里是 Linux Ubuntu 21.04，那么这里的 JDK 版本是 11.0.12。因为我没有直接安装 JRE， 而是安装了 JDK， 所以我没有办法像其他的系统一样直接双击这个 Preface Processor 的罩包直接运行。那么我借助终端呼出我的程序。好，输入对应的命令之后，它会弹出文件名前缀处理器的 GUI， 同时这个终端是不能关闭的。一旦你关闭这个终端的话，可能会把这个 Java 应用程序一起关闭掉。好，我选择路径，然后故意不选，这个时候它会弹出一个弹窗，说我必须选择一个文件夹。我点击选择路径，点击选择一个正确的路径，就是后面这个窗口所在的路径，然后我输入一个不存在的前缀，点击开始处理。他说找不到以我输入这个前缀开头的文件，我继续选择这个正确的路径，然后输入我需要输入的前缀。好，点击开始处理，成功。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些文件已经被重新命名了。好，那么以上就是这个文件名前缀处理工具 GUI 的实现过程。如果你感觉这支视频帮到你的话，欢迎点赞、订阅、投币、收藏。这个程序我已经开源到了 GitHub。如果大家对这个程序还有什么改进意见的话，欢迎到 GitHub 上提交 issues 和 pull request。也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和我分享你们的心得体会和经验。你们的留言我可能不会一一回复，但我肯定每条都会去看。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喽，我是滑雪纤维，我们下期再会。